正此时，书院内传来一阵大笑声。身着宽松长袍的中年文士踏步而来，身姿飘逸出尘，披散的长发随风飘舞，一股祥和安逸的气息在各处回荡。门外这拥堵的人群连忙行礼，不少妇人双目放光，孩童少年们则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大贤。登场的自然是李长寿的指导人。好一个权贵贫寒之辩。这位少将军如何称呼啊？华有明。锐气十足，无心甚慰。李长寿双手揣在袖中，笑道：有明可否如实相告，这般道理是你心底所想，还是不愿入我书院，故意强词夺理？夏凝霜喊道：他就是故意强词夺理。夏有明本想回敬一句，但面对眼前这位先生，打心眼里不愿意撒谎，便道：先生莫怪，家父是本城守将，我今后也要做守护此地的将军，自当勤练拳脚，挽弓乘马，早日有斩蛟擒虎之力。识字什么的我是不愿学的。华将军如何知道我这里不教拳脚功夫？言罢，李长寿从袖中抽出双手，左手招来一片落叶，又随手一掷，这落叶带着急笑声冲天而起，在数十丈的高空炸出了惊雷声响。华有明眼睛都看直了。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李长寿双手揣回袖中，轻笑两声，转身回了书院。华有明双眼放光，前后脚就跟了进去，让一旁的夏凝霜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华有明刚刚入内，下方就有10多个少年少女一拥而上，待进得书院门中，足够了20人，院门自行闭合。又过了一个时辰，书院门再次打开，13个人垂头丧气地走出。无论他们怎么想都想不透这位大贤选弟子的标准是什么，但总归是被筛了下来。留下的7人为4男3女，一对青梅竹马有婚约，一对姻缘殿内有姻缘，一对自然就是玉帝和王母的缔结身，以及一个凑数的。此时的书院正中，四面通透的竹屋内，7名少年少女各自盘坐在矮桌后，微风袭来，竹叶沙沙作响，竹屋两侧的帷幔微微扬起。坐在摇椅中的先生端着紫砂茶壶，温声聊着一些早已经备好的话题，让7个年轻人听的是津津有味。先生背后假山流水叮当作响，鸟啼蛙鸣之声远远近近。正是年少好时光，不负韶华莫凝伤。李长寿谈天说地了一阵，暗地里为其他5个人点开灵根，让他们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，一点维持大贤之名的小技巧罢了。待日暮西斜，李长寿站起身来，温声道：不觉已是这般时辰了，各自回去吧。门外有7个布包，其内是书院的衣物，以及几本接下来要用的经文。明日开始，每月单日来书院听课，日出而至，日暮而回，记得自己备一餐餐食。我只会教导你们3年，这3年能得多少，全看你们自身。你们想学什么，我便教什么，但我教什么，你们也要学什么，懂了吗？夏凝霜笑道：先生的意思是，我们可各自提出一门想学的功课，但我们所有人都要一同学习这些功课，是这般吗？凝霜当真聪明，便是这般。夏凝霜隔壁桌的华有明嘴角一撇，轻哼了一声，嘀咕道：切，他就有点小聪明罢了。
夏凝霜俏脸一黑，手指对着华有明做了一个捏脸的动作，凶巴巴的。下一次上课，你们3名女子入书院，便不可以再以面纱遮掩。3名少女低头答应。是。回去吧，明日见。李长寿摆摆手，背着手最先离开这竹屋，留下7名少年少女在那儿小声惊叹。先生！华有明冲到竹屋旁，掀起帷幔，高声呼喊：先生，您名号是什么？其他6个人不由一愣，他们仔细回想，确实未曾听过这位大贤之名，只知这是大贤，是高人。我呀，哈！李长寿扭头留下一个侧脸，以及淡淡的微笑。穆清华，这书院以后就叫穆华书院吧。穆清华。夏凝霜低喃，目中流露出几分思索。与此同时，天庭通明殿中，正捧着一张奏表仔细阅读的东穆公，突然感觉脖颈一凉，道心泛起了微微的涟漪。咋了这是？玉帝陛下那边水神不是说已调查清楚，开始引导了吗？东穆公有些不明所以，喝了一口热茶，继续执行公务。与此同时，中神州某处防镇的客栈中，武装观，镇元大仙，地仙之祖。原来是这样。防镇客房中，灵娥看着手中花费了几10颗灵石买来的玉符，查阅着其内的讯息。镇元大仙与三清老爷同辈，算是天地间成名较早的大能，但名气半数是源自好友红云老祖之死。这与镇元大仙行事低调，极少在洪荒走动密切相关。武装观所在并非是什么秘闻，就在那犀牛贺州东侧的万寿山上，但终年被大阵所笼罩，便是长生金仙也无法入内。灵娥仔细看着玉符中这些文字，盘腿坐在床榻上，小眉头一阵轻皱。该怎么才能拜见这位大能？镇元大仙有2样宝物极为厉害，一是极其罕见的先天灵根人参果树，二是可以当作防御至宝施展的特殊宝物地书。洪荒自上古就流传着天地人3书的传说，天书归于天道，不知其详；地书与镇元大仙相伴而生，乃是天地胎魔所化，拥有开辟世界、操控万物之功效。人书便是生死簿，又称之为3生明书，可以决定生灵之命途。能执掌地书，镇元大仙的本领自是非同寻常。据说极善乾坤大道，有诸多乾坤大神通。面对这般前辈，讨巧是绝对不行的，必须如实以告。师兄给自己安排的这一次试炼，看似是去送信，未尝不是存了搞一点人参果给师父续命的念想。灵娥仔细盘算着自己的根脚，发现除却是师兄的师妹，其他大多有些普通，偏偏师兄的身份又不能暴露出去。好难啊！灵娥哀叹着，有气无力地躺在床榻上，抱过贴着师兄画像的枕头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阵打滚，直到秀发凌乱，才悠悠地叹了一口气。去万寿山碰碰运气吗？万一这高人一眼识破了我是天庭水神的师妹，直接放我进去呢？那也不对，这高人可不可信还要另说。贸然前往，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了，还有可能遇到一些麻烦。我前前后后调查了2个多月，根本打听不到这位高人有什么喜好。逢人提起镇元大仙，都是地书、人参果、红云老祖太惨了，再无其他有效的情报。
这题简直太难了些。还是不能急于一时，要徐徐图之。林娥坐起身来，攥着小拳头轻轻地挥了挥。继续查，无论最后成功与否，自己只要做到能力范围内的万全准备，失败了也不用后悔。为了师父能多活几万年，为了师兄能放心我，让我早日帮师兄分担一些压力。这元大仙有没有女徒弟之类的？林娥眨眨眼，走到窗台旁，打开了一条缝隙，看向窗外的房镇。此时他距离万寿山已不算太远。黑池峰的水潭旁，白泽化作本体，头顶的一只长羽指向了水潭中的画面，感应着林娥的吉凶。很快，白泽恢复人形，对一旁站着的李长寿道：水神放心就是，林娥并无凶祸，与卦象所显毫无二致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：白先生费心了。小事。白泽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与李长寿一同入座，聊起了南州之事。李长寿顺便也在白泽这里取经，相当于让白泽替自己备课，准备着明日正式开课的内容。两个人谈论了一阵儿，白泽笑道：水神，做玉帝王母的老师，感觉如何呀？先生莫要这般言语，我只是做了一些护卫之事，且护卫的是玉帝与王母的历劫转世身，绝非玉帝王母之事。是。白泽眯眼笑着：水神说的是。那做玉帝王母的护卫，感觉如何？李长寿叹道：累心，就不敢乱教什么，说的话还都会被玉帝陛下和王母娘娘记在心中，很容易产生未知的影响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主要是促成那两位的一世姻缘。现在还是想一想，等陛下回归天庭，我该如何跟陛下解释他这一世的姻缘为啥还是王母吧。确实不易啊。水神你白泽话语突然顿住，皱眉看向李长寿。虽目无法见，虽仙识无法感知，但是此时李长寿似乎是被从天而降的一股道运包裹。仔细感悟这般道运，白泽像是闯入了一片混沌无垠的天地，而自身宛若一粒沙尘，又觉得这天地间蕴含着无数至理，无尽玄妙。圣人道运。白泽目中流露出几分安然，已知这定是太清圣人在与李长寿对话。羡慕也是羡慕不来的，只能跟在水神身边混混日子喽。片刻之后，李长寿睁开双眼，缓缓吐了一口气。白先生，可这域外天魔都有哪般本领？白泽不由一愣。正此时，小琼峰上有轻微的乾坤扰动，两股先天保护的道运乍现，又迅速消失不见。白泽立刻道：域外天魔非洪荒生灵，大多为开天辟地前的先天魔神之后，他们变化多端，对洪荒天地与洪荒生灵奸诈残忍，置之毁灭，意图让洪荒天地归于混沌。自开天辟地后，远古时就爆发过洪荒生灵与域外天魔之战，不过后者不堪一击。水神，可是玄都战事吃紧，你我需前去驰援。玄都城那边，大师兄应付得过来。李长寿左手张开，一团云雾缓缓凝成，其内显露出了一段模糊的画面。一座古城悬浮于虚空之中，周遭是浓浓的灰色雾气。此刻正有数不清的黑影自雾气之中冲出，无边无际，悍不畏死，冲向这座古城外围。古城各处闪耀着璀璨光亮，数不清有多少重大阵正在运转。那些无法看清楚形状的黑影，就是冲击着这些大阵的光壁。古城中央是一团七彩漩涡，那便是洪荒天地的入口。
大阵内能够看到一道道身影在各处飞驰，不断地修补大阵缺漏，且对外打出道道流光，战局总体平稳。突然间，外围灰云震荡，一头头无法名状的漆黑巨兽飞出了混沌海，朝着大阵直直撞来，在大城左侧撕开了一条缺口。立刻数不清多少黑影自缺口一拥而入，古城爆发道道流光，又有一批守卫自城中飞出，将大半的黑影直接剿灭。但乱战中依然有数十道黑影抱成一团，冲入了那口七彩漩涡。漩涡内电闪雷鸣，当更多的黑影即将冲入大阵缺口，两缕黑白气息悄然出现，将大阵缺口前的黑影直接消融。先天至宝太极图现，瞬间将古城完全包裹。阴阳之力逆瞬之间，那些无法名状的漆黑巨兽顷刻炸碎。大法师的身影于城前傲然而立，城中那些人影明显是松了一口气。刚要有人转身追赶此前逃走的黑影，四面八方的灰色气息之中探出了一只只七彩斑斓的触角。大法师扭头道：不必追了，自有人收拾他们，快来修复大阵，来应查了。画面一转，一团黑影自虚空而来，撞入了一片狭窄的小天地，紧随其后的是一道紫色神雷。这一道神雷似乎是能将这一处小世界直接粉碎，但是雷霆轻轻震颤，化作了一片壮观无比的雷幕，将这一片小千世界包裹其中，如若牢笼般。